送一趟东西有多难？我是一只凤，偏偏在仙界干着活。财神爷纳妾，流水席摆到33重天，光请柬就印了6000张，全归我送。第3份还没送到，平地窜出一股妖风，整箱请柬都被卷得干干净净。再睁眼，本该做新郎的财神爷已经贴到我脸前，声音冷得掉渣：你男人都快被人拐跑了，你还在这儿送请柬？凤宁，仙界最没出息的跑腿，说的就是我。辰时刚到，蟠桃园的土地爷堵在门口。跟你讲了多少回，这桃要软的不硌牙，你耳朵是长着出气的。土地爷，这桃是园丁摘的，您冲我吼也没用啊。咸果子硬，您找园丁先官换去，我管不了这事。这桃上的灵气怎么缺了一块？是不是你半路偷偷吸了？没错，我表面笑着，心里骂：当年在丹雪山什么仙果没啃过，稀罕你这破桃！再避避，姑奶奶可救！我正想发火，腰间的木牌震了3下。凤宁，新差事赶紧的！我扭头朝土地爷丢下一句：记得给个好评。亲。说完，我扇翅膀就跑，直奔下一家。听我的名字就知道，我跟普通信使不一样，翅膀一张就能兜半座山的火，眨眼的功夫能从南海窜到北冥。要是王母肯把我爪上的树缝还摘了，速度还能再翻上一番。按说仙人们不差这几息的功夫，可偏偏有人较真。比如嫦娥，前些天吴刚从人间给她烧了2坛子桂花酿，我一瞅单子上标着1撒，一个俯冲穿过南天门，窜到人间去取了。可再小心，2坛酒还是撒了1坛半。嫦娥哭得眼睛肿成了核桃，吓得我手忙脚乱的哄：嫦娥姐姐，我去蟠桃园给您偷坛琼浆吧，保证比这酒香。您别打差评行吗？可嫦娥却一脸忧愁地看向人间，哭得伤心。可我只想要喝人间的桂花酿，这样才能品尝后羿当年的味道。我常年被困在这月宫中，就盼着这一口酒可以解一解我的乡愁。琼浆再好，哪里有后羿的味道？我就想尝一口当年的味道，咋就那么难呢？我还想哄哄，可木牌在腰间乱窜，我顾不上看，只能变作人样，扑通一声给嫦娥跪下了。嫦娥姐姐，我陪您双倍的，您骂我打我都没事，别给差评行不行？嫦娥叹口气，面色恢复平静，把我拽了起来。算了，我冲你发什么火？你也是回不去的苦命人。嫦娥用帕子摁了摁眼角，往我掌心放了2个月饼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我千恩万谢的告辞，低头瞄了眼木牌，转身飞往下一处。太阴星君见了我，没多废话，抬手让侍女将一个木匣子搁在我爪上。我瞥见他笑盈盈的，心里犯嘀咕：晚到1盏茶的功夫，应该没事吧？然而夜里木牌上果然多了一条匿名差评。我把今年的差评翻来覆去算了4回，还是不信邪，又点了一遍，不多不少，整整9条。我又要挨天雷了，9道天雷啊，那不得要了我的老命？我叹口气，想起往事，自从凤族起义败给天界后，我便被扣在了凌霄殿当了人质，如今已有7个年头了。当年押我上天的，正是那位让四海八荒谈之色变的天族太子玄宇。没想到这次又看到他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就懒洋洋地窜出云层，蹲在了他的仙年顶上。他那张冰山脸裂了一瞬，低头瞅瞅仙年，又抬头看看我，最后拧眉说：连规矩都不懂吗？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也在偷偷看他，在心里悄悄地叹了口气。那碗忘川水的药效却是没得说，能让玄宇把从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玄宇见我不吭声，以为我是答应了，调转仙念就要往回走。你才这么点大，别硬撑了，换你姐上来吧。几道天雷下去，你定要承受不住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忙脚乱化成了人形，抢着喊了一句：别走，我可以的。愣了一会儿，玄宇盯着我散落的金色长发，又瞥了眼我耳后没藏好的灵语，有些发懵。我反应过来，忐忑地欠了欠身，算是行礼。太子殿下，还请见谅，我姐姐病得起不来，我刚才急眼了，失了礼数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姐姐来。玄宇抬了抬下巴，让我起身，声音透着一股子冰冷：天规森严，下不为例。我勉强挤出一丝笑，低着头说了句知道了，实则咬紧了后槽牙，才没失态。玄宇转过身，闭上眼，一脸冷淡，自顾自闭目养神去了。上凌霄殿的路太漫长，先撵慌的人发困，我闲得发慌，只剩下一件事可做，偷看玄宇。他的容貌跟从前一样周正好看，可脾气判若两人，侧脸比霜雪还要冷3分。要不是眼下还在喘气，跟个冰雕没两样。我看他伤得不轻，鬼使神差地伸出灵语，往他心脉探了过去，距离他还有半指远。玄宇眼睛没睁，却是冷不丁地说了句：姑娘想干什么？我吓得倒抽一口凉气，赶紧收回手，尴尬地愣愣地盯着他傻笑了一下。玄宇盯着我灵语上残留的微光，皱眉顿了下：你为什么要给我治疗？我赶紧把灵语缩回来，装模作样地学他的样子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没干嘛，不碰了，
你歇着吧。玄宇淡淡应了一个字，没再出声。九重天虽好，但不养吃白饭的。我被天帝关了几日后，大概是表现乖巧，无意闹事，就给我安插了个传话的活，扔到了通明殿。到了我才知晓，这活是拿我消遣来了，为了折磨我，特意立了一条铁律，若是有人投诉，我便要受雷刑。也难怪，玄宇见我时便说，我承受不住，我还只当是玩笑话，一个投诉一道天雷，也就只有我有这待遇。其他同僚顶多是扣点法力，偏只有我随时有可能要挨天雷。待我的师傅是白鹤瑶池金母的传令使，专门服务王母娘娘的，就连通明殿星君都要让他几分。还有个叫碧玺的仙娥，听说勾引玉帝被发现，被发配到了通明殿，却不知上头是谁护着。通明殿的人倒也不敢为难他。第一年，我足足有15条投诉。我师傅白鹤听闻时，吓得淋雨倒竖起来。是我没教好吗？小宁比我跑得快多了，不至于啊，连住在悬崖缝里的他都能把东西递到跟前，我向来只搁在谷口，让他们自个儿下来拿的。碧玺冷冷一笑，天上有多少仙家恨凤族，恨得牙根痒痒的，才15条，已经是他命大了。后来那15道天雷，活生生劈掉了我3根灵羽，也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捡了去。到了第2年，通明殿的差事一天比一天多，灵羽是难得的仙材。从前凤族每100年才会上供1根，而我呢，自从本体上了擂台后，那几个老东西看到有只可以随便拔毛的凤凰，连自己的仙童都懒得使唤了，就琢磨着多支持我几趟，就盼着哪天我受不住，灵羽自己掉下来。起初碧玺和白鹤还帮我分担一点，可最后实在是扛不住那么高的强度，偷偷请假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不过和我受伤前相比，差是没那么奇葩了，使绊子的差评也少了不少。要是遇上素心这样心善的仙子，还能得点赏钱。直到那天，我盯着木牌上那个9字，叹口气直接去了擂台。四周黑压压一大片，说是人山人海也不为过。眼看雷刑就要落下，白鹤急匆匆赶来，化作人形护在我跟前，一个个脸皮比城墙还厚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修道的。我看修的是贪嗔道，入的是恶鬼门。但他说归说，搬出谁也不好使了，毕竟规矩立在前，法不责众，更何况眼下罚的是我这只畜生。他们也不过就是想捡几根凤凰灵羽，有什么错？好像也没什么错。第3道劈下来时，我疼得浑身一软，眼前发黑，往前栽倒下去。等我重新看清楚时，我只瞥见自己的爪子散发着淡淡的金光，还有一根掉在地上发着淡淡金光的灵羽。晃晃悠悠的视线里，我看见一个老道甩着拂尘，一把拨开挡路的碧玺，弯腰就要去捡。就在他弯腰的时候，我张开嘴，用力的吸口气，旁边立刻有仙人下的尖叫：“紫薇帝君，小心这畜生！”一股巨大的水柱涌出，将老道卷走。刚才喊叫那人还保持那副吓傻的表情，老道手忙脚乱地扑腾着拂尘，好不容易才在半空站稳下来。雷公，你就是这么当差的？雷公哆哆嗦嗦的点头，然后憋足了劲，劈下了第4道天雷。光那动静我就知道，这要是劈在我姐身上，肯定能当场要了她的命。我师父白鹤见势不妙，还想过来挡雷，被紫薇帝君给定在半空。我赶紧给自己套了个保护罩，那道刺眼的白雷直冲我脑门来了。我心里一慌，偏头要闪，已经晚了。耳边猛地响起一阵破空声响，那风还带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熟悉香味，仿佛煎熬了半辈子，我才慢半拍地转过脖子，瞧清了那个压在我身上的人。他这一下扛得并不好看，反而有点惨。我心间打颤地瞪着他的双眼，声音很低：“太子殿下。”玄宇趴在我身上，缓了好一阵，居然撑着胸口呕出了血来，鲜红的血染红了胸前衣襟。雷公见状吓得不轻，连滚带爬地窜上诛仙台，嘴里不停地说饶命。太子殿下，是这只妖凤不肯领罚，还敢对紫薇帝君动手，小的一时没控制住力道，误伤了太子殿下。妖凤，你全家都是妖，你祖宗18代都是妖。玄宇没搭理他，自然也没搭理我，只是站起身，扶了扶衣袖，淡淡开口：“本殿闭关养了多年的伤，今天挨你这么一下，全白瞎了。你刚才大动干戈，连9霄雷阵都搬出来了，本殿还以为是有敌军杀过来了。”不知是不是玄宇瞥见了紫薇帝君手中的灵羽，嫌恶地缩了缩鼻子，搞半天是某些不要脸的东西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。玄宇站起身，目光淡淡地瞥向雷公：“哼，我看你这雷公也别当了，滚去下界思过吧。”我瞧着玄宇那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，莫名觉得有些陌生，又透着一股子新鲜。可玄宇没再多看我一眼，转过身消失在云雾里，跟从没来过似的，来了又消失了。好在这次天雷也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在床上躺了2日不能动弹，
除了胳膊上还有一道口子，其他已无大碍。百合拗不过我，只好把木牌塞回给我。他身体一软，累得趴在榻上便睡死过去。我心头一慌，看见木牌上闪光闪烁了3下。白鹤曾交代过我，亮一下手头忙完再去。要是亮了3下，你可别自个儿去，赶紧将单子转给我，记住了，千万别自己去。我用力摇晃百鹤的翅膀。师傅，你快点起来啊！亮了3下了。可白鹤大概是累得不行了，这会儿我怎么喊都叫不醒。眼瞅着那金光越来越刺眼，就连木牌都开始发出滚烫的热意。我心一狠，顾不得其他，伸手将这差事给领了，速将顾元丹送去成明殿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只好飞身出门，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丹房。看守丹房的正是那和我拌嘴的老白鹤，见我冲来，倒是没多嘴，只用翅膀指了指一旁的包袱。包袱落在我爪上，我衔着包袱迅速往成明殿飞去。可飞着飞着，却反应过来不对劲。成明殿那不是玄宇的寝宫，可他怎么会到了要吃顾元丹的地步？我忽然想起玄宇帮我扛天雷时那一副快要倒下的模样，落地的时候忍不住分了神，差点一个跟头摔在台阶上。而我背后拂过一股热气，像是想要伸手捞我一把。看我站住了又缩回了手，我回头果然对上了那双寒潭似的眸子。没等他出声，我赶紧欠身，2只爪子捧上包袱。太子殿下，你要的药来了，请查收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接包裹的时候，指尖在我灵羽上轻轻划过，弄得我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后退了半步，低着头不敢看他。那殿下要是满意，还请殿下不要给差评。祝您日日欢喜，万事顺遂，告辞。然而我话刚说完，轩宇就笔直朝着我砸了下来。我本能的伸手想要帮忙，竟然就这么直接搂住了他。甚至在搂住的这么一瞬间，我竟然浑身一颤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忍不住想，这肩膀的宽度还跟从前一样。打住打住，你在想什么？莫不是不想要命了？太子殿下，起来啊，我还有别的活要干呢，没时间在这里耽误。你起来，我再不走就要挨差评了。玄宇，你真受了这么重的伤？玄宇没说话，只是虚弱的喘着粗气，嘴唇抿得发紧。我想到那顾元丹也管不了什么礼数了，架着他就往寝殿里拖，没想到里头半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我只得把玄宇挪到了床上。好在我凤族天生力大无穷，他这点体重毫无压力，只是看玄宇的脸色蜡黄，呼吸极弱，似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看着他这个模样，我忽然想起了第一次见他的场景。我愣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伸出灵羽，缓缓触碰了他的额头。也就片刻的功夫，他就好了许多，额头上不再冒汗。奇怪的是，平常我那个闲不下来的木牌，这次出奇的没有动静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敢在这个成明殿里面多待。天上的规矩严格，不少地方都有禁令，不相干的人是不准入内的。我可不想被抓个现行。我可清晰地记得，头1年给文曲星送书卷，就被门口看守的神兽骂了个狗血淋头。第一个差评也是他给的。要不是文曲星性格温和，听到声音出来制止了神兽发怒，恐怕我还要被骂许久。从那之后，我去别的地方都格外小心，一旦看到这种牌子，我是断然不会进去的。我还记得当时文曲星还特意叮嘱我，要是碰到成明殿这种规矩森严的地方，搞不好还会丢了小命。这么一想，我更是不敢多待了。细细看了一眼周围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在，我忽然反应过来，迅速冲到了玄宇床前，心脏跳个不停。这成明殿的结界分明就是被人解开的，可这里没有旁人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玄宇解开的，感情是被耍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既然没晕过去，那奴婢就不在这里碍眼了，您自个儿歇息吧，奴婢走了。说完，我迅速收回了灵语，一路小跑往门口冲去，却不料玄宇竟然睁开了眼，语气有些慵懒：“小主且慢。”这声音听着有气无力的，倒是不像装出来的。甚至听着这声音，我竟然有些挪不动步子。我回头便看到他虚弱的靠在床榻上，和先前见到的完全是两副面孔。殿下，您太折煞奴婢了，外面看门的青鸾都管我叫跑腿的，您这一声小主，我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轩宇嘴角翘了下，没有理会我，反而盯着我继续说：“我不是诚心骗你的，只是有一件事有些不明白，想问问你。我回天界时，似乎魂魄受了重创，有些过往似乎不记得了，可依稀有些零碎的影子。前阵子闭关打坐，
这影子也越发清晰了些许。我和小主，从前是不是旧时？为何我见到你，便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我如遭雷击，脑海中浮现的是多年前那个浑身被血浸透、倒在芦苇丛中、浑身淤泥的身影。那时他也是这样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语气疑惑担忧。姑娘，别走！你可知我是谁？这是哪儿？那时候我还小，也没人跟我提过，身为凤族的小主，不能随意捡不认得的人，更不该对那陌生人动心。那时我把玄羽捡回族中，他经脉全断，下不来床，我照顾了小半年，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我不忍心看他如此痛苦，便将自己的灵力渡了一些给他，留他在身边陪我念书。可有了玄羽的陪伴，每一天又格外漫长，以至于我对他生出了别样的情愫。他那时吃了定风珠，搂着我的腰，跟我遨游山水之间，每次都搂得很紧，格外喜欢将脑袋埋在我脖子上。20多年的时光，在我看来不过一朝一夕，而我和他也在山间拜了天地。母亲说等到我500岁成年那天，便给我们举办婚宴，昭告四海。然而距离我500岁只差2个月时，天上忽然来了人，说玄羽是天地失落多年的幼子，要把他带回去。那天玄羽拽着我的衣袖不肯撒手，哭得像个泪人，是被天上的人施了法术迷晕过去带走的。当时看着他即将消失在云端，我忽然追了上去，将人拦住。等等，疯丫头别不要脸，纵使你是凤族小主，那又如何？殿下金枝玉叶，哪是你个小小的凤族能够染指的？我没搭理他，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碗。要是早知道他是天地的人，我打死也不会捡回来。他如今在这灵山住了20余年，不喝辋川水，我是断然不会让你们离开的。当时我母亲看我的眼神满是心疼，却欣慰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可玄羽偏偏这时醒了过来，瞳孔瞪大地望着我，满是难以置信。阿宁，你当真要我忘了你，就不能让我留点念想？玄羽，凤族和天族向来不和，今日未曾杀你，已是我念及旧情。若是他日天帝要攻打凤族灵山，从你脑子里搜出这灵山的攻防图，那对我凤族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。如今你我势同水火，断无法再续前缘。玄羽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当初不该相识。我说完这话，玄羽早已愣住，任由我将那碗辋川水灌入他的嘴中。只是他眼角落下的那滴泪，滚烫不已，让我的手都微微发颤。忘了吧，你我本不该相识。我沉浸在思绪中，玄羽的声音冷不丁再次传来：怎么不说话了？我缓过神，瞥见玄羽正盯着我看，慌忙低下头。瞧你这神色，你我果然相识。我用力摇头，生怕他看出端倪来。殿下说笑了，奴婢身份低微，怎么可能和殿下相识？只是殿下方才威压太大，吓得奴婢失神罢了。玄羽不说话，我也不敢抬头看他，一颗心快跳出来。奴婢打坐入定的时候，也曾掉进幻觉里，那时瞧见的东西当不了真，许是幻境吧。我慌忙起身，想要快些离开这地方，玄羽却忽然坐起来，嘴里发出闷哼声，像是撕扯到了伤口。既然如此，小主刚才为何如此慌乱？换做旁人，奴婢也会一样慌乱。用观世音的话说，这叫慈悲为怀。奴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没忍住，偷偷瞥了眼玄羽，却正好和他视线撞上，瞧见了他眸子中的深沉。是吗？还真是。还真是什么？这人说话怎么说一半就不说了？不等我想明白，许久未曾亮起的木牌亮了，倒是让我回过神来，您有新的差事，请尽快处理，超时将获得雷刑处罚。玄羽脸上神色微微僵住，但目光始终盯着我看，我如获大赦，匆匆往后退了几步。奴婢这要走了，殿下若是想感谢奴婢，给个好评即可。祝你万事大吉，事事如意。告辞。不等他回复，我逃也似的飞奔，窜出成明殿，不敢再多待一刻。然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这成明殿莫名多了些许香气，像极了凤族灵山的春风。新差使是个妖兽，就是地方有些远，
据说是西天降服的妖兽，和天上某位大仙有些牵扯，需要带回来。从天界到西天，路途遥远，途中经过灵山，还有一座须臾山。我一头扎进雾蒙蒙的须臾山，强行给自己打气，才断了扭头回去的想法。可这迷雾蒙蒙，竟让我莫名地想起了凤族灵山的大雾，想起了长辈传授仙法的模样，以及灵山特有的蘑菇汤。又想喝蘑菇汤了，实在不行，灵山的野果子也行啊。自从上了天上，我就再也没饱餐过了，大概是思乡心切。那日我足足跑了一夜，才闷闷不乐地回了通明殿。碧玺和白鹤早已入睡，我收拾完躺在床上，却只觉得浑身不得劲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灵山的美味佳肴。窗外的月光清亮，我似乎看到了嫦娥在桂花树下矗立着，不知看向何方。这天庭不似灵山，这里到处死气沉沉的，人人都端着架子，爱好攀比，不像灵山那般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一片随和。唉，真是无趣。灵山上玄宇最会逗我开心，如今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那眼神像是随时都能杀人。当年我虽亲手给他喂了王川水，可每每睡不着，总是会想起桃树下那张温和的脸。我用力甩了甩头，强迫自己不再去想，没想到外面却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几声响，像是有人故意敲击出来的。我侧头便看到一道身影一晃而过，爬起来一看，窗边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小竹筒。竹筒，我心中一紧，迅速冲出门去，朝那道身影追了去。这竹筒是刚刚砍下来的，还带着些特殊的清香味道，竹筒上还布满金色斑点，这种竹子只有凤族灵山才有。可如今能够随意出入灵山的，除了天帝，便只有负责看管凤族的玄宇了。只是追了片刻，未曾追到那黑影，只好扒开竹筒，摸出放在里面的纸条。凤宁，家里都好，你姐现在能下地了。我在天上饱受折磨，都不曾落泪，可瞧见着自己，却忍不住哭出声来。而作为凤族的小主，虽然灵力被削去了多半，可我这一哭，还是让通明殿刮了半宿的狂风。泪眼婆娑间，却不料瞥见那抹消失的黑影出现在远处的空地上，在狂风里步伐有些凌乱，大概是无处躲藏。过来。那身影晃了晃，忽然顿住，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看了小会儿，突然化作一阵青烟，被风吹散。我没去追，抱着竹筒入睡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准备出门，却瞥见窗台上多出了一个东西，一个小碟子，上面还有荷叶盖着。揭开来，却看到2块黑乎乎的肉块，还散发着余热和阵阵香味。不对劲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玄宇想起来了，这烤肉的法子是我教他的。那王川水的药效如此不堪，这才几十年就已经失效了吗？这也太假了吧？还是说玄宇未曾喝下王川水？不对呀，我亲自喂的。我虽然疑惑，却忍不住拿起肉块往嘴里塞，眼泪忍不住往下掉。天上的神仙多以灵气为食，很少动火做熟食，白鹤偶尔吃点，但大多是鲜花雨露，有个鲜果也是难得吃一回。凌啸殿只有单房，连灶台都没有，也不晓得玄宇怎么将肉烤熟的，难不成戒了？太上老君的丹露太美味了，以至于让我感觉回到了灵山，那满口冒香的脆感真是太难得了。我吃完肉块，就连竹签也忍不住放在嘴里舔了好几口，舍不得扔。闻着上面的香味也很是满足，可我摸了摸还没吃饱的肚子，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。碧玺和白鹤已经矗立在我两边，二人瞪大了眼睛盯着我。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出头。没有，没有，只是有些饿了。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昨晚上做梦，梦见回家吃饭了。切，我还以为是啥呢，感情是想家了。可不能吧？你撒谎，你来那么久了，就连天雷劈在你身上都没哭过，到底因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你说说看，有谁敢欺负你？我替你出头，真是见鬼了！现在还有谁敢动你啊？简直是不要命了！等等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？现在没人敢动我了？白鹤的表情有些微妙，尴尬地笑了笑，看我的眼神有些得瑟，还有些好奇八卦。你还不知道啊？这几天外头都在传，二殿下替你扛下天雷，对你一往情深。他现在可是你的大靠山。你说这事啊？我也听说了。人都说二殿下曾身受重伤，丢了记忆，坠入人间，命悬一线。是阿宁救了他的命，又照顾了几十年。
二殿下非阿宁不娶呢？对啊，现在外头到处都在传。只是我有些纳闷的是，既然心悦阿宁，为何当初还领兵镇压凤族？岂不是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？哎呀，谁知道真真假假？不过扛天雷这事，我亲眼见的。就是啊，话说回来，二殿下素来不喜谣言，清冷稳重，为何此次却未曾发火？我差点翻了白眼，没想到在别人眼中，轩玉竟然是清冷稳重的。哪里稳重了？哪里稳？哪里正了？明明受的我一翅膀就能扇到9重天外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回过神，连连摆手，尴尬往后缩。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二殿下兴许，只是懒得理会罢了。毕竟天上的神仙都闲得很，偶尔消遣胡说的事情多了去了。错，你大错特错了。要知道，二殿下对自己的名声看得极重，那是寸步不让的。对，我还记得当年紫薇帝君用了些上不来台面的办法，想把自家女婿塞进成明殿里，二殿下就当着天地的面直接削了紫薇帝君的半身道行。还有呢，上次有个龙王女儿看中了殿下，让人传出谣言，说殿下喜爱龙女，试图引起殿下的注意，结果被殿下直接一巴掌拍回龙宫不说，还拔了龙鳞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只觉得身上的毛疼得慌。真的假的？这么残暴的吗？那还能有假？那龙女后来还念念不忘呢，连年上供的东西都是殿下喜爱的，只是殿下从未多看一眼，这才死了那份心。听说那龙女光是养伤就养了大半年，却还是放不下殿下呢。不过还别说，殿下那样貌倒是挺不错的，天上无人能及。那可不，只可惜啊，我身份低微，怕是入不了殿下的法眼。不过偶尔看两眼也是养眼的。碧玺瞥了我2眼，扯了扯白鹤的羽毛。哎，你别说，咱阿宁是凤族小主，身份也不低，而且化成人形是个绝色美人。若是再打扮打扮，那嫦娥仙子也未必比得上。说不定殿下真的心悦阿宁。可拉倒吧，我还没师傅好看，还看上我，痴人说梦。我不想继续纠缠，索性直接开溜。虽说这一天忙忙碌碌的，可到了晚上依旧睡不着，竟然下意识的去看窗口。别想了，难不成还想着人家会送烤肉来？玄宇不过就是突然善心大发，去仇人那里转了一圈。兴许是灵山如今的景象实在太破败，我姐又是个楚楚可怜、善于求人的，兴许玄宇才愿意帮忙传信。但好奇怪啊，传信就传信，这烤肉算是怎么回事？我最爱的还是灵山的蘑菇汤啊，难不成这肉还暗藏玄机？我就着灵雨想了许久，依旧没想明白这肉还有什么暗示。我想着想着就要入睡时，迷糊中忽然看到窗户动了一下，等我睁开眼定睛看去，赫然看到一碗蘑菇汤。蘑菇汤想什么来什么，看来烤肉也没什么特殊含义，亏得我想了半宿。然而我喝着蘑菇汤，心里却越发心虚起来。母亲到底给了玄宇什么？难不成将灵山的厨子派来了？可烤肉的手法除了玄宇还有谁会？他们到底给了玄宇什么好处？该不会将凤族灵山的珍宝全都献出来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继续这么吃下去了，不然吃光了灵山都不知道。喝完了蘑菇汤后，我去了一趟成明殿，就算谢不成恩，也该去问个明白。到地方时，成明殿跟前竟然有2个打盹的守门小童，我记得上次分明一个人影都没看到啊。本来想直接进去的，这下有些不敢往前走了，尴尬地站在不远处。成明殿的规矩多，我是知道的，这要是直接进去，怕是尸骨不全。不对劲啊，上次没人还说得过去，可能有事去了，可这次竟然在这里睡大觉，太不对劲了。门童虽然对外人很凶，可到底只是个门童，怎么敢在太子殿下的眼皮子底下睡觉？除非是故意的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不行，我不能去，我要是过去了，那凤族小主夜闯太子，寝宫被人抓到的消息传出去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到头来别连累灵山，连累父母。想到这里，我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扭头准备离开。可刚转过头，却撞上了一股熟悉的味道，不是那人又是谁？小主怎么大半夜在成明殿外面转悠？莫非是来找我的？
我吓一跳，慌忙拉开距离。见过太子殿下，奴婢迷路了。这借口也太蠢了一些。哦，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找东西？我来找你，死就死吧，好歹也死得明白。那天太子殿下出手相助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殿下，特意备了点东西，还请殿下不要嫌弃。然而玄宇似乎没听我说什么，嘴里还在念叨我上一句话。你来找我？我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只想快点结束这谈话。胡乱在身上一阵乱摸，扯下一根灵羽来。小主，你这是干嘛？动不动就把羽毛，要是秃了就不好看了啊！这是礼物，你就收着吧，免得我欠你人情。是吗？你怕我欠你人情也罢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放心，你来找我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不等我回过神，玄宇身形一晃，眨眼间就消失在我跟前。我愣了愣，转身回去。可奇怪的是，从成明殿回来后，我的日子似乎回到了从前。不过白鹤和碧玺两人大概是多想了，只要是成明殿的差事，必定会让我去。元始天尊的固元丹，每日要送一次，送到后来，连元始天尊都认识我了。偶尔心情好，会给我几颗仙丹，让我当零食吃。距离上次喝蘑菇汤有一阵了。奇怪的是，那次之后，再也没有人给我送东西。成明殿的太子殿下依旧面若冰霜，像是全世界都欠了他一样，让我怀疑当初是不是多想了。搞不好玄宇真的是拿了阿杰的好处，这才顺路给我带了点东西上天。我怎么那么糊涂？太子殿下怎么可能会想起那些事？还以为忘川水失效了。我飞到成明殿跟前，刚落地就瞥见玄宇从里头出来，他淡淡瞥了我一眼。放那吧。说完，玄宇便化作祥云消失在大门前，连句劳驾都没说。我扁扁嘴放下东西，就被一道粗犷的嗓音给压了下来。我只觉得浑身一僵，像是被一股整个人跪倒下来。好在我咬住了嘴唇，这种威压3界之内也只有天帝有了。奴婢叩见天帝。我几乎将脑袋埋在地上，这样才舒坦一些。一开口，声音震得我耳膜发疼。玄宇，凤族最近老实吗？听到天帝的话，我才知道此行并非找我。玄宇回答的声音很清冷，不过是一群法力低微的畜生。凤族灵山至今破败不堪，翻不出什么风浪。肯定是收了我阿姐的好处，还算有些良心，知道在天帝面前说点好话遮掩一番。我偷偷瞥了眼，天帝表情舒缓，面带微笑，似乎很满意，点点头。本尊今日正好要去西天一趟，这金凤跑得快，倒是匹合适的脚力。我一听气得眼前发黑，差点一头晕倒在地。好不容易才说服我自己，别生气，就当作是在驮货好了。这家伙也没有多重的。然而不等我说服自己，玄宇却忽然开口：父亲，恕儿臣无礼，只是儿臣今日也答应了去瑶池赴宴。上回臣跟哪吒打了赌，谁能让凤宁当坐骑，谁就赢了。儿臣不想输。也罢，你身居太子之位，难得有点少年心性，就给你吧。回头叫凤灵山再送2只过来。天帝话音刚落，便有青鸾吊着束凤环前来，满是看热闹的表情。玄宇嘴角抽了一下，有些不自在，弯腰送走了天帝，缓缓走到我跟前，抬手间束凤环已经飞到掌中。不知哪来一阵妖风，吹得他头发飞舞，柔顺的发尾扫到我脸上，我本能往后缩，玄宇也跟着推开半步，和我拉开距离。玄宇将束凤环放在玉桌上，语气平静：起来吧，我会去让人知会通明殿，劳烦凤宁姑娘跟我走一趟瑶池。啊！我跟在他后头，飞往南天门，找了片宽敞的云层，便会凤身，落到他跟前。脑子里却不自觉地想起了凤灵山的事。那时我总嫌弃他步伐太慢，喜欢将他往背上一扔就飞，头一次把他吓得浑身哆嗦。现在再驮他，早已没了当初的感觉，不过倒也不觉得别扭。可不知为何，玄宇的目光一直盯着我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个玉雕。我皱眉伸出灵羽，在他袖子上捅了捅，见他还是没动静，索性用翅膀一卷，将他甩在背上。抓牢了！我调整身形，猛地窜入云中，可才飞了片刻，背上突然一松，把我吓得心脏一紧。我猛地刹住，往下找去，手脚慌乱，灵羽缠在了束凤环上，直到听到身侧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才松口气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飞太快，把他甩出去了。我侧头便看到玄宇飘到云层上，看我的眼神有些生疏。姑娘见谅，
瑶池就在前方，那便不劳烦姑娘了。您客气了。玄宇挥挥手，我便化作人形，跟在他身边一起进了瑶池。白鹤也在。王母娘娘看在白鹤的面子上，倒是没为难我，只是冲我淡淡笑了笑，倒是水灵了不少。我赶紧行礼，低头的瞬间却瞥见自己在琼浆中的倒影，忍不住叹口气。我过的什么日子，跑腿的苦力，能好看到哪里去？瑶池的仙女们，哪个不是绝色美女？王母见多了，美人顶多是觉得我不丑罢了。我这般想着，下意识去找位置坐，还没坐下，就听到一道尖锐的嗓音叫起：“这妖凤不过就是脚力，送货的，怎么能跟各位仙家平？”那人瓶子还未说出口，就硬生生地断了。他一脸难受地掐着脖子，眼珠子外凸，舌头往外伸，喘不上气。谁这么缺德？我愣了一下，偷偷瞄了眼我旁边的玄宇，他面色如常，压根看不出什么状况。倒是起风的时候，他的袖口被风掀起来，盖在了我胳膊上。王母娘娘皱眉看了看玄宇，随即看向众人：“云来仙君身体不适，送回去吧，往后没要紧，是也不用再来了。”王母娘娘说完，亲自带着玄宇去了主位。王母身后的仙娥路过我跟前时，小声地说：“你这身羽毛可真好看，能让我凑近看看吗？”我点点头，仙娥凑上来盯着我的灵羽看了好一会儿，两眼亮得像是天边的星。那你跟我一起坐吧，娘娘特意给我留了个位置。小仙娥嘴巴说个不停，快结束了，才依依不舍地跟我道别，以至于后来想起我甚至记不清当时吃了什么，只记得这位碧桃的仙子很喜欢说话。碧桃快飞走时，我变作了凤凰，低头站在一旁等玄宇，没想到碧桃再次折返回来，双眼瞪着玄宇：“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能够如此过分？”玄宇未曾搭理，转身落在我身上，我展翅腾飞而起，迅速离开。上了云层之后，玄宇忽然说了句：“有劳姑娘了。”说罢，玄宇便从我背上下来了。得了，你上来吧，你也飞得太慢了。姑娘不介意？这个嘛，得看什么人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的。只是说完，我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对劲，似乎有些暧昧了，可我又不好解释，等下更让人误会，只好作罢，当作没说过，用灵羽卷起玄宇放在背上。说起来，今日还要多谢殿下帮忙。抱歉，我没搭理他，送到地方后就走了。可回来的路上才发觉，玄宇的名声已经臭了什么白眼狼的绰号，一路疯传，以至于整个天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没法子，只得遇到了便解释一番，说我和太子殿下从未有过交集。这种瞎话想把越传越邪乎的闲话压下去，比跑腿还累。不过这谣言似乎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，至少我的吃食用度越来越好了。接下来的一阵子，窗台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，从未重复过，而且卖相和味道还一天比一天好。这天我喝完蘑菇汤刚出门，就闻到指缝里还有一点灵山的清香，便下意识想再去洗个手。可刚刚转身进去屋里，就亮起一团白光，一个人从里面钻出，恰好和我撞了个满怀。那人反应快，下意识要往白光里面钻，被我用力扯住了胳膊。太子殿下。玄宇缓缓侧过身，目光和我撞在一处，以至于我脑子一团乱麻，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开口，只得咽了口唾沫。谢谢这些日子给我送吃的。姑娘知道是我。殿下，您身上有灵山的味道。可我明明每次来送饭前都对你用了安魂诀的。这他怎么脑子有点不太灵光？殿下，这是何意？难道害怕别人知晓？玄宇嘴角有些抽搐，脸上的肌肉颤抖了几下。我手艺不好，好久没吃过灵山的美味了，没想到殿下的厨艺很不错。不过这是不是有些折杀奴婢了？你喜欢吃？殿下，你从小在天上长大，按道理来说没沾过人间烟火，为何突然会做饭了？玄宇的眼神有些飘忽，似乎不敢看我，只盯着我扣在他胳膊上的手指头。我愣了一下，顺着眼神看过去，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揪着他的胳膊，没有撒开，吓得我赶紧甩开了手。可不知为何，我甩开手后再去看玄宇，总感觉他的眼神此刻变得无比慌张，就连开口说话也显得有些紧张。这些吃的姑娘以前也亲手弄过吧？我之前想找到那段失去的记忆，可却只有模糊记起的一些菜式和味道。好像我坐在一张桌子前，对面还坐了一个人，那人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金发披肩，头上有灵羽，似乎笑起来是极好看的。凤宁，要是咱们只是头一回见，怎么偏偏是你夜夜跑到我梦里头来？
我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，脑子里全是他疑惑皱眉的表情。若我们真是旧相识，你不愿提起过去也正常，毕竟我曾做出那种事，可我心里算留下个心结，我无法释怀。我做这些大概也是为了心里能够舒坦些。当年那一仗我并不清楚，你我之间还有过往，不成想竟然害了你，害了凤灵山。如今我能多照顾你一点，我心里就舒服一些。不知是不是玄宇乱了气息，亦或是心绪太杂，停了一会儿才接着说，终究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。这家伙眼中的愧疚倒不像是演出来的，难怪最近总是给我送吃的感情，这是赎罪来了。玄宇站在原地愣了会儿，扭头就要走。今天打扰了。站着。我情急之下纵身扑进白色光晕中，死死拽住了他的衣袖。然而我的劲道不大，反而被他拽着一咕噜进了成名殿，结实地撞在他胸口上。幸好没人，只是他这细腰还是那么要命。我爬起来时没忍住又扶了一把，等站稳时却发现玄宇脸红得不行。我定定地看着，差点忘了自己要干嘛。从前在凤灵山，玄宇在外人面前高冷，却总喜欢往我身上蹭着模样，好久未曾见过了。得了，别想了，回不去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定神开口，殿下，不用这样的，咱俩确实有过牵扯，但不是你想的那种。从前我摸不准你脾气，不敢让你知道真相，害你内疚这么久，殿下就当扯平吧，莫要冲我家人发火。玄宇发愣地盯着我许久才说，你不想讲那就算了，愧疚也无妨，顶多浪费点时光。不过小主觉得我是凶残之人吗？打仗的时候的确有点。凤族并非大恶，我已经收着打了。是吗？我气得想打人，不知怎的这一下忍不住将捡到他治好他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天上来人要领走他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只是未曾说我俩之间的婚约。我怕你以后泄露凤族的布防图，所以抹掉了你的记忆，身份有别，你我还是不来往的好。就这些？不错，忘川水是我逼你喝的，按理说你该彻底忘记才对。原来是忘川水，难怪我吃那么多固元丹都不顶用。固元丹这种级别的仙药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吃的，难怪忘川水都快失效了。你后悔当初救我吗？当初若知道你身份，救还是会救的，只是肯定不会让你住在凤灵山。这场仗本就是要打的，你未曾屠戮灵山，就算仁慈了，没什么好恨的。往后你别为这个难受了。好吧，那你今晚想吃什么？啥？如今讲明白了，你要吃什么随便点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妖精木牌亮了，三下金光，凌霄殿急召。等我赶到才知是天帝让我送一道圣旨去凤灵山，我还未反应过来，圣旨便朝我飞来，想躲都来不及了。该死，这是圈套，接了送不到是死罪，送到了就是昭告三界凤族谋反。我心一横，一头撞在柱子上撞晕。此时一道暖风拂过，封住了我的灵力和穴道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最后天帝判了我个殿前失仪，将我关进寒潭。寒潭极寒之地，普通仙人一炷香都待不住，可我进去后才发现一点不冷。正纳闷，迎面吹来一阵滚烫的热风，玄宇化作人形。先前他替我扛了天雷，伤还没好，如今又在这寒潭中施法，到底撑不住了，咳了2声，嘴角渗出血来。我不冷，可我冷。然后太子殿下便倒在我怀中，恰好这一幕被闯进来的碧玺瞥见，瞪大了眼。太子殿下也被罚了。被罚？躺在你怀里？我嘴角抽搐，竟无言以对。碧玺意味深长地看了眼，扭头走了。那日之后，玄宇身体虚弱，回了成明殿休养。我的日子依旧，可通明殿却忽然多出9000封喜帖，要我3天送完。喜帖上写着太子玄宇迎娶东海公主，好似也没什么感觉。我摇头，埋着头继续送。送着送着，平地窜出一股妖风，把整箱喜帖卷了个干净。再睁眼，玄宇已经贴到我脸上，咬牙问：你家夫君都快被人抢了，你还在这送请柬？好一个圈套！喜帖里还有秘法，打开就会神魂颠倒。天帝想要逼我发狂，正好借机安插个谋反的罪，名正言顺地灭了凤族。可我身形已然不受控制，就在我即将抱起的刹那，一个温暖怀抱将我紧紧圈住，随后一掌将我拍晕，独自去了凌霄殿。我醒来才得知，玄宇当着天帝的面毁了婚约，认下所有罪名，即将受500道天雷责罚。我顾不得其他，画出本体，用灵雨将他护在怀中。天雷将我的灵雨烧黑，
玄宇挣扎叫着让我走，直到他昏过去时，我也跟着晕了过去。足足7日我才醒来。第一件事便是问玄宇的下落。白鹤告诉我，玄宇没死，混沌之力让他吊着一条命。2日后，我见到了玄宇，他身后飘着18只陵墓箱子。殿下，这么多箱子，莫非是来下聘的？聘礼早就收过了，这是嫁妆。嫁妆，你都想起来了？500道天雷，忘川水就是再厉害，也该消散了。我曾在凤灵山说过，要入赘给你当驸马。如今既然想起来了，便断不能食言。玄宇一挥手，白雾腾起，将我2人包裹。他凑上前来，在我额头落下一吻。这是我7年来第一次觉得天庭也没那么难熬了。然而不等我开口答应，一道圣旨飞到半空，命玄宇挂帅，剿灭凤族。玄宇，莫要管我，天命难违。我本做好了打算，若真是发难，我誓死守护凤灵山。可玄宇却笑着解开我的束凤环，把我推进了通往灵山的水缸里。对不住，上次说过再不瞒你，可这次还是不敢冒险。我不甘心，从灵山一跃而起，迅速朝着天上飞去。可还未曾出灵山结界，玄宇站在最前，身上金光乍现。只是这道道金光如同瀑布般涌向凤灵山，将凤灵山紧紧包裹其中。父皇，恕难从命，儿臣不孝了。他分明说的风轻云淡的，可他的身体在金光中慢慢变得透明。玄宇只剩半个身体飘在半空。不，玄宇！我一跃而起，用全部灵力去护他。天兵天将的利剑如雨点落下，巨大的金光罩散发出强烈的金光，将利剑融化。这是玄宇用混沌之力，用自身修为筑起的防护罩。金光散神魂灭，玄宇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玄宇，我化作凤体，将所有灵雨都连到玄宇身上。要死，一起死！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晕厥。玄宇泪流满面地看着我，像在说傻瓜。我闭上眼，准备和他一起赴死，身后却响起无数凤鸣声。所有凤族将灵力汇聚而来，天地间闪烁着耀眼的白光。凤族拼尽全力一搏，我再也撑不住了，没了意识。等我再醒过来时，已经躺在灵山的竹屋里。玄宇端着蘑菇汤，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半边脸是半透明的。玄宇浅浅一笑，并未说话，放下蘑菇汤，身形一晃，变做了一条白龙，游到我床边，歪着脑袋问我咋样，会不会很难看？我盯着他额间那枚闪烁着灵光的红点，立刻明白过来，玄宇肉身毁了。我娘用凤族至宝凤凰族血重塑了玄宇的肉身，他往后哪里也去不了，只能留在灵山。有点丑，不过我喜欢。给我当驸马的话，刚好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纵身扑进玄宇怀中，抚摸着那白色的鳞片。下一秒，玄宇化作人形，任由我的手在他胸膛上